在此次俄乌军事冲突中，俄罗斯陆军机械化部队实施了大纵深的穿插和合围。在这种战术下，围绕俄军坦克装甲车辆与乌军反装甲作战之间的攻防战成为了外界热议的话题之一。根据2021年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军事力量评估数据显示，俄乌开战前，俄罗斯武装部队拥有大约12500辆主战坦克，其中包括 T72B、T72B3、T72B3M、T80U、T80BVM、T90、T90A、T90M 等13个型号。但由于乌克兰军队装备了大批单兵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如美国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和英国的下一代轻型反坦克武器 NLAW， 使俄军的坦克和装甲车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乌克兰人还充分利用了土耳其制的 TB2 攻击型无人机发射反坦克导弹。据公开来源报告显示，俄军已损失了1600多件作战车辆和装备，包括近300辆坦克和500多辆其他类型的装甲车。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俄罗斯的进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的 T72 主战坦克。说起大名鼎鼎的 T72 主战坦克，源于上世纪60年代苏联研发的第3代主战坦克时，一口气推出了 T64、T72、T80 和 T90 等好几个型号，其中以 T72 主战坦克最为著名，也成为了多个国家自主研发坦克的技术基础。例如南斯拉夫的 M84 坦克、伊拉克的 T72M1 巴伦比之师都受到了 T72 的影响。T72 主战坦克研制于1967年，1973年装备苏联陆军，并在1977年11月苏联纪念十月革命60周年的红场阅兵式上首次亮相。作为第3代主战坦克， T72 坦克制造简单、可靠耐用，堪称苏联继 T34 坦克后的又一名作。不仅在苏联军队大量服役，还外销和授权华沙条约盟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生产，几乎成了苏联坦克的新招牌。该主战坦克产量高达近3万辆。T72 坦克的车体用钢板焊接制成，车内分为前部驾驶舱、中部战斗舱、后部动力舱3部分。驾驶椅在车体前部中央位置，驾驶员有1名。舱口盖位于车体顶装甲板上，可从车内开关舱盖。驾驶员开窗驾驶时，首先必须将火炮向一侧转动一定的角度，并加以固定。关窗驾驶时，昼间借助潜望镜，夜间借助红外或微光潜望镜观察。车体前上装甲板上有一个微型防浪板，并装有前灯。驾驶员两侧的车手空间存放可燃的燃油箱。车体前下甲板上装有铲土堆，平时有防护作用。车体两侧翼子板上有燃油箱和工具箱。车体后部还可以安装2个各200升柴油的附加油桶。炮塔系铸造结构，呈半球形，位于车体中部上方。炮塔内有车长和炮长2名成员。车长指挥塔采取双层活动座圈结构，可相对炮塔做同步反向旋转。战斗舱中装有转盘式自动装弹机，取消了填装手。战斗舱的布置围绕自动装弹机安排。T72 坦克车体除在非重点部位采用均质装甲外，在车体前上部分采用了复合装甲。前上装甲厚200多毫米，由3层组成，外层和内层分别为80毫米和20毫米的均质钢板，中间层是100毫米厚的非金属材料，与水平面的夹角为22度。炮塔为铸钢件，各部位厚度不等，炮塔正面位置最厚。T72 主战坦克战斗全重46吨，全长6.95米，宽度3.59米，高度2.23米，由3人操作。动力系统为一台 B64 型4冲程12缸60度水冷多种燃料机械增压发动机，结构与 B54 发动机基本相同，外形尺寸变化不大。由于该发动机采用了机械增压，标定功率比 B54 发动机提高了 50%， 达到了780马力，公路最大速度60千米每小时，公路最大行程460千米，涉水深 1.2 米，爬坡度 60%。T72 坦克的主要武器是一门 2A46 式短后座距离的125毫米滑膛坦克炮，身管长是口径的48倍，由身管、炮尾、摇架、助退机、副进机、热护套和抽烟装置等部件组成，携有39发炮弹，其配比一般为尾翼稳定脱壳装甲弹12发、尾翼稳定榴弹21发和尾翼稳定破甲弹6发，同时还装有炮射导弹、自动装弹机等一系列先进的设备。坦克的右侧并列安装一挺 7.62 毫米 PKT-KT 同轴机枪，配弹250发，
车长指挥塔上装有一挺 HCBT 式 12.7 毫米机枪，它只能由车长将上身露出炮塔进行操作，对地面目标射击最大瞄准距离为2000米，对空射击时最大瞄准距离为1500米。1982年黎巴嫩战争期间，参加战斗的 T-72 坦克在战斗中表现出了对 M60 等二代坦克的绝对火力优势，摧毁了至少21辆 M60 和 M48 马加奇，也击毁了数辆梅卡瓦 MK1， 和梅卡瓦的战损比约为6:4。考虑到当时 T-72 无激光测距仪、火控计算机数据需要手动输入，这个战果已经可以了。然而在1991年海湾战争100小时的地面作战中，伊拉克最精锐的共和国卫队装甲师装备的 T-72 坦克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成百上千辆的 T-72 坦克作为活靶子被消灭，而其本身几乎没有任何战果。在海湾战争以后， T-72 被西方认为是言过其实的纸老虎，远不如 M1A2、挑战者2和豹 2A5 等欧美重型主战坦克。可见早期的 T-72 坦克缺点也很多，人机功效差，电子设备水平低，带来的后果是单车作战效能差，观瞄仪器作用范围近，缺乏夜战能力，没有可靠的防火易爆设施，再加上弹药设置在炮塔内部，一旦被击穿，很容易造成弹药殉爆。苏联解体后，为了追赶和西方第3代坦克的技术代差，老化的 T-72 坦克经历了数次升级改造之路，其中出现了3种最先进的 T-72 升级版坦克。首先是 T-72B3 坦克，加强了夜间作战能力，采用后视摄像头和 TVN5 夜视设备，坦克驾驶员的工作效率加强，然而夜间探测距离仍不超过500米。该坦克使用 2A46M5 型滑膛炮，身管加长，射击精度提高，改用1130马力的发动机和自动变速器，机动性能增加，最高速度可达60千米每小时。为了更有效探测目标和射击，分别为指挥官和炮手配备多通道的松树 U 瞄准镜和 TKN-3MK 瞄准镜。通过松鼠 U 炮长瞄准镜和鹰眼车长全向瞄准具的组合，改进型的 T-72 坦克的火控终于可以和西方 M1A2、豹 2A4 的先进火控并驾齐驱。T-72B3 坦克和早期的 T-72 相比，有了不小的飞跃。俄军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的士兵们称呼其为最可靠的坦克。从2016年开始，俄军又推出换装了1130马力柴油发动机的 T-72B3M 坦克。这辆坦克也是对库存老式 T-72 坦克进行了现代化改装，换装了1130马力的 B92C3、B93 柴油发动机，还安装了全天候的火控系统、数字化通信系统等新型设备，在性能上接近于 T90 坦克。这个型号的识别特征是增加了车长周视镜。截至2017年11月，俄罗斯陆军已装备154辆此型号坦克。其次是 T-72B2 坦克，其实它比后来的 T-72B3 坦克更有优势，它配备指挥官和炮手的热成像瞄准仪，实现了车长直接对坦克炮射击的统一管理，即所谓的猎歼模式。装有飞毛腿炮射导弹的激光制导通道，白天最远可射击4000米。2A46M5 型滑膛炮配备新的自动装弹机，射击效率更高，火控和导航系统也进行了升级，其发动机配备了1000马力的 B92 发动机。此外，它还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性能接近 T90A 坦克。T-72B2 坦克是当初 T-72 现代化改造的最高配版本， T-72B3 则是低配版的方案，但由于价格昂贵，俄罗斯最终选择了 T-72B3 坦克。虽然 T-72B2 坦克落选了，但后来 T-72B2 的一些技术被应用到了 T90MS 主战坦克上。俄乌战争仍在激烈的进行，结局难料。俄军动用大量坦克和装甲车发动攻击，这再一次凸显了他们在战场上的重要性。但随着俄军装甲力量在战场上的损失，不少观点认为，坦克可能很快与战车骑兵一起保存在博物馆中。我们可能会见证坦克作为一种有效军事武器的终结。也有人分析，如果俄军坦克得到步兵、火炮和空中力量更好的支援，他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受到装备了反坦克武器的乌克兰步兵的攻击。现在看来，俄军还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因为美国不仅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标枪反坦克导弹，还有100架弹簧刀自杀式攻击式无人机。关于弹簧刀无人机的介绍，可在我们前几期的视频中观看。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可以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